飞升便是与我龙族有缘，你本就是龙的传人，今日得无之龙血，即无之传承。什么传承？无千亿之龙眼，可洞察虚妄，望穿幽深，海中宝藏皆无所遁形，望你善用此力，莫负今生。洞察虚妄，望穿幽深，那不就是可以透视的意思吗？我这就试试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真的看到了，那沙滩下面是梭子蟹，我真的能透视了。有了这神龙之体，以后赶海岂不是太容易了？梭子蟹一斤要100多块，这么多梭子蟹，我要发财了，我能让爸妈过好日子了。才一会儿就捡了这么多，去那边看看，肯定还有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江家的高材生吗？怎么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，也来学我们泥腿子刨食吃？哼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片滩老子天没亮就扫过一遍了，毛都不剩了。哎，老子跟你说话呢，聋了？捡不着好货，是你自己没本事，看不见。嘿，你这丫头！梭子蟹，这死丫头运气怎么这么好？邪门了，这地方我明明刚翻过，她怎么知道下面有货？哇，面包蟹，面包蟹一斤要200多块呢，发财了！我的天，这么大个头的蟹，这得卖多少钱？婉玉这丫头真是神了！赵老四刚说没货，他就挖出个面包蟹。把桶给我！这片沙滩是我们赵家祖传的地盘，谁允许你在这捡了？捡到的东西都归我。赵老四，这片海滩是公家的，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？我说是就是，你个死丫头，还敢跟我抢食儿？赵老四，你说这片滩没货了对吧？你说这蟹该归你对吧？没错。那我们就打个赌。哼，赌就赌，赌什么？就赌那片礁石下面的海里有没有帝王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今天捡的连桶带蟹全归你；要是有的话，我不光要把这些东西拿走，你的海货也都归我。而且以后这片公共海滩谁都能来，你不能霸占。还请两位叔叔做个见证，别让这个赵老四输了不认账。赌就赌，老子还怕你不成？你当你有透视眼，还是能掐会算啊？要是没有帝王蟹，你捡的梭子蟹可都是我的了。这海里不仅有帝王蟹，还有2只呢。这海里不仅有帝王蟹，还有2只呢。一会儿我就提着帝王蟹给你看看。切，装神弄鬼。婉瑜丫头还是年轻气盛啊。嘿嘿嘿嘿嘿。看到没？他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我就说嘛，这地方怎么可能有帝王蟹？赶紧把你的桶放这儿，从我们家的沙滩上滚！捞到了！我天，这是帝王蟹！现在帝王蟹一斤要3000多块。这怎么可能？
还是2个帝王蟹，婉玉真是神了。赵老四，你输了，在场的叔叔伯伯们都能作证，以后这片海滩你休想霸占。哎呦，这卖海货喽，新鲜的海货。哎呦，妹子，你这梭子蟹个肥，还有这2个帝王蟹个大饱满。这样，你这所有的货我都要了，我出5万，怎么样？5万？哎，好，我卖。妹子，那个我叫王胖子，以后你要是还有海货，我都高价收。这是我的名片啊。王大哥，我叫江婉瑜。这是5万块货款，你收好。我之前在大城市打工，累死累活的1年都赚不到5万块，这第一次赶海就能赚到5万，看来继承了神龙之眼，我要发大财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小鱼回来了。哎呀，妈，水。来。小鱼，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这些钱都是我赶海赚来的。赶海？你，小鱼，你从小学开始就是在县城上的学，上大学更是去了省城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赶海了？还能一天挣这么多钱？你们女儿我啊，可能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。来，妈。这是保健品，对身体好，你一定要按时吃。好，妈吃啊。爸。您那衣服都穿了10几年了，都过时了，给您买的新衣服。哎呦，小鱼啊，爸不管你怎么赚的，就一句话，平安最重要。爸，你放心，那我再去海边转转。今天来看看能捡到什么宝贝吧。死丫头，果然又来了！老子倒要看看你还会不会像昨天运气那么好。是老虎蟹，老虎蟹一个就能卖1000块呢。个头还不小。这几个小家伙虽然不是特别值钱，但遇到了就是缘分，收了。还以为多厉害，哼，不就是点烂大街的响螺吗？1倍，更是没人要的玩意儿。哎呀，看来早上真是走了狗屎运。水里有好东西。这死丫头，眼睛是带钩子的吗？藏在石缝里的海鳗都能被她一抓一个准儿。这玩意儿现在可值钱了。哟呵，江家丫头又来赶海了，运气是真不错呀，连海鳗都能捡到。怕不是这海里的鱼虾都跟你家养的一样听话吧？赵叔，您不也跟着捡吗？怎么没捡到好的？我这是不稀罕捡这些，老子要找就找值钱的。那我倒要看看赵叔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哼，臭丫头，我赶海赶了几10年了，本事不比你大。哼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，让你看看啥叫实力。这是芦花玉。
这可是比珍珠、玳瑁更稀有的宝贝，价值连城啊！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发现了它。婉玉丫头，我看你在这看半天了，又发现什么好东西了？下面好像有只梭子蟹。梭子蟹，这玩意儿价值也一般般。我可不告诉你们，这下面有罗化玉。叔叔伯伯，没事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我这也没啥好宝贝。走吧，走吧。婉瑜，见到什么宝贝，可得让叔叔们开开眼呐。我就是小打小闹，哪有什么宝贝啊？哎，可是罗化玉在海底深处，我怎么捞出来呢？那是什么宝贝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得无之龙珠，赐你龙族控水之力，万善加力。我捡到的竟然是龙珠，控水？怎么控啊？难道是？这东西晶莹剔透的，一看就值钱，怎么着也得值个70、80万吧。江家的臭丫头，看看我捡到什么好东西了！这可是野生东星斑，一条能卖8000块钱呢！嘿嘿嘿，怎么样？论赶海，我可是有几10年的经验的。你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比得上我？啊，嘿嘿，这是罗化玉，这是罗化玉。什么罗化玉？你看错了，你刚刚说捡到野生东星斑了是吧？恭喜恭喜啊！天哪，竟然是罗化玉！明天我就去县城，先把这2桶海货卖了，再找个玉石店卖了这罗化玉。小姑娘，又是你啊！昨天就卖了2大桶海货，今天又捡这么多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！你们看这海鳗这么大，还有那个老虎斑那么大，都快成斤了。哎呦，我的老天！小玉姑娘，还好我今天带的现金多，要不然你这货我还收不起呢。王大哥，这些您随便挑。我都要了10万。你说10万？老天爷呀，这些海货竟然能卖10万！姑娘，你真是发大财了。怎么了，小玉姑娘？10万你是嫌少吗？那这样，我现在回家再取点啊！不少，我卖。哎，好，小玉姑娘，这是10万块钱，你拿好啊。对了，王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哎，你说。你知道罗化玉能卖多少钱吗？你知道罗化玉能卖多少钱吗？罗化玉，小玉姑娘，那东西可碰不得呀！罗化玉禁止私自开采。不，王大哥，我没有私自开采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偶然捡到的能卖多少钱？哦，那偶然捡到的话，一个罗化玉最少也值几10万吧？你可以去县城的玉石店问问啊。啊，谢谢王大哥。嘿，那这些东西我拎走了。走了。去县城的车一天只有1趟，看来只能明天再去卖罗化玉了。哇！才赶了2天海就挣了15万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太漂亮了，简直是鬼斧神工。江家这死丫头，捡到罗化玉。这个点儿大家应该都睡了，
我偷偷摸摸地溜进去，把罗化玉偷了换钱，就能盖新房子了。嘿嘿嘿嘿。这死丫头怎么还没睡觉？好困啊，睡觉吧。这口缸废弃好久了，把罗化玉藏在这儿，爸妈肯定发现不了。放心，你爸妈肯定发现不了，因为马上就是我的了。嘿嘿嘿。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这得值多少钱呢？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谁呀？谁？赵老四，你这个混蛋，深更半夜摸到我们家干什么？还好这个宝贝没丢。还好这个宝贝没丢。爸，是赵老四。是啊，是这个混蛋。我们家都这么穷了，还跑到我们家偷鸡摸狗的。哎呀，你看，连这破缸都不放过，真是的。哎，你房间有没有丢东西啊？爸，什么都没丢，放心吧。你先回去休息吧啊。走，先回去休息。快回去吧。看来这个赵老四已经发现这个罗化玉了，不能再等了，明天一早就去县城把它卖了。坐车去县城要2个小时，我得抓紧时间。乡亲们，都来看看评评理呀！这赵老四一大早的把乡亲们叫过来，要干啥呀？这是？谁知道啊？这混账昨天晚上爬咱们家院墙，想偷东西。哼，看我一会儿怎么说他。就是。赵老四，大清早你发什么疯啊？不是我发疯，是有人啊坏了咱们渔村祖祖辈辈的规矩。是有人啊坏了咱们渔村祖祖辈辈的规矩，坏了海洋的规矩。哎，就是他，江晚鱼，他为了发财，私下开采了海底的罗化玉。罗化玉那是什么？罗化玉，我听老一辈的人说过，那东西可是海底宝贝，值老鼻子钱了，也是大自然的造化，我们可不能乱采啊。就是，咱们渔村祖祖辈辈都相传，这罗化玉是海龙王的魂魄所化，动了它，海龙王生气，会给咱们渔村带来灾祸。可这江晚鱼为了发财，不顾咱们全村人的死活。婉鱼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怪不得你最近运气这么好，原来是你动了不该动的东西啊！不是的，大家听我说，我们家小鱼绝对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小鱼啊，给他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是啊，赵老四，你说我开采罗化玉，证据呢？证据，我昨天晚上亲眼所见，你那块罗化玉现在就在你身上。而且这件事我已经捅到了网上，还报了警，海洋局的人和警察马上就到，你就等着被抓吧。报警就报警，我江晚鱼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不怕。啊！请问哪位是江婉玉江小姐？
我是，您是？我是神谷生物保护研究院的王明远。我们在网上看到相关信息，冒昧前来，请问你真的有一枚罗化玉吗？啊，对，专家同志，就是他违法开采，快把他抓起来呀！江小姐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各位乡亲，经过我的初步鉴定，这块罗化玉啊，没有任何人工开采的痕迹。江小姐并没有破坏海洋生态。不错呀，真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不可能，你胡说！这枚罗化玉表面光滑自然，没有任何工具凿刻的痕迹，断裂面也是典型的自然风化脱落形态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它应该是在海底经过长期的地质作用和洋流冲刷，自然剥离，并被海浪带到浅滩，偶然被江小姐捡到的。这属于自然发现，不属于违法开采。江小姐，你运气很好，这枚罗化玉品相极佳，具有很高的科研和收藏价值。我们研究院准备出资80万收购它。你意下如何？什么？80万？啊！80万！我是知道罗化玉值钱，可没想到这么值钱啊！80万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婉瑜丫头，你运气太好了吧？感谢王先生为我证明清白。这枚罗化玉，我愿意卖给研究院。那太好了，钱给你准备好了。哎呦，80万！那江小姐，我们先走了。以后你要再发现这些东西，请及时和我们联系。您慢走。走。什么狗屁专家！哎呀，这下好了，我也不用去县城了。我的老天爷啊！捡个石头就能卖80万，婉瑜啊，真是太恭喜你了！这以后赶海能不能带着我们一起啊？一起沾沾你的福气啊！不理他。来，小鱼，谢谢妈。多吃啊。小鱼啊，今天可真是妈的心啊，跟坐船似的，忽上忽下的。多亏了那位专家，要不然呢，咱可真被赵老四冤枉死了。看着赵老四以后还敢胡说八道。就是。爸妈，我现在能赚钱了，以后咱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哎呀，来，快吃啊！哎呦，近海的宝贝终究有限，有了神龙之体，有控水之力，是时候去远海看看了。小鱼姑娘，王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可是咱县城的名人啊！我要不早点来，你的鱼货都被别人抢走了。怎么样，今天有什么好货？王大哥，今天我不卖海货。啊？为什么？价格好商量啊！是不是有别的老板出更高的价格了？王大哥，我想跟您租条船，结实点的，能出远海的那种。要出远海？小鱼姑娘，那可不是闹着玩啊！风浪大，而且远海里的东西可不是靠运气能捞上来的。王大哥，你就说租不租吧，租金我付双倍。租！我那条新船海龙号最是稳妥。不过小鱼姑娘，你可千万小心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王大哥。终于到远海了，让我看看这边有什么宝贝。
这些都是普通货色，跟近海的没什么区别。再往深处看看，那是蓝鳍金枪鱼。蓝鳍金枪鱼可是出了名的昂贵啊！我的天，而且这条鱼还这么大，真的可能价值100万，必须抓住它。对了，普通渔网和鱼叉根本对付不了它。对了，控水之力，神龙之体，助我控水。好强的力量！不行，不能硬来，得把它往水面上引。就是现在！就是现在！成功了！我真的成功了！发财了！这下是真的发财了！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天哪，这么大！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鱼？这么大！是蓝鳍金枪鱼啊！我干了几十年的海鲜生意，绝对不会看错。这个头，这品质，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啊！小姑娘，这鱼我看了，50万，我出50万，哎，我出60万，我买了，现结。哎，小姑娘找什么呢？卖不卖啊？我卖，只是我跟别人说好了，我这海货得先留给他。哎，等等！哎，等等！哎，等等啊！哎，等等，小鱼姑娘，哎，我出100万，100万！王大哥，就等你了，100万，我卖。哎，来付款，我给你转账。哎，过去了啊！您尾号5678的账户已到账100万元，是100万啊！发财了！我们家的房子住了快20多年，有了这钱，我就能给家里盖新房。哎呀，哎呦，永福哥、秀兰嫂，你们可是小女儿的福了，这新房多气派呀！小鱼这孩子孝顺。哎，等房子建好了，大家到我家喝酒啊！哎呀，好嘞，太好了！他妈的，嘿，老子干还干了几十年都盖不起新房，你们倒是盖上了，呸！偷了老子运气盖来的房子，江婉玉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不好过，也不会让你好过，你。哎呀，恭喜恭喜！你们家的新房子太气派了。哎呀，谢谢大家啊！来，中午吃饭了。小豆子，小豆子，哎呦，小豆子，咋的了，豆子妈？永福大哥，你见到我家小豆子没有啊？没有啊。这可咋办呢？我家小豆子一早就出去玩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这全村都找了，这没找见呢，这可咋办？豆子妈，你别急，说不定啊躲到哪玩去了。爸妈啊，你们招待乡亲们吧，我去帮忙找小豆子。好，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来，进屋，来，进屋。小豆子，小豆子。小豆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妈妈找你都快找疯了，快跟姐姐回家。小鱼姐姐，我不回家。小鱼姐姐，我不回家。为什么？我听说小鱼姐姐赶海给家里盖了新房，我也想捡海货换点钱帮一帮家里。奶奶说这里以前养过珍珠，所以我就来捡了。行，那姐姐在附近看看，要是有珍珠的话，我就送给你。但你必须马上回去，不可以乱跑，好不好？嗯。还真有一个。
姐姐捡到的，送给你。哇，小鱼姐姐真的捡到珍珠了，谢谢小鱼姐姐。好啦，那现在乖乖回家，不许再乱跑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回家。去吧。那是什么？金色的珍珠，而且这么圆。我听别人说过，金色的珍珠极为罕见。这是天然南洋珍珠，一颗就价值连城，必须得赶紧把它捞上来。这颗金色珍珠真是太完美了，一定能卖不少钱。蒋婉瑜，我没看错的话，那是金色珍珠。嘿，又让这死丫头捡到了好东西。想挣钱，没那么容易。你等着。是小鱼啊，这个金灿灿的珠子是什么啊？哎呦，我打鱼打了这么多年，见过无数珍珠，可没见过像太阳一样的珠子。这就是南洋金珠吧？爸妈，没错。这是天然南洋金珠，是海底最稀有的宝贝之一。我是在那边飞养殖区海底找到的。哎呀，小鱼，那地方邪性啊，老辈人都说底下不干净。小鱼，你怎么又去那儿了？而且看着这珠子应该值不少钱吧？财帛动人心，会不会招来什么大麻烦吧？小鱼啊，你跟爸说实话，这个珠子是不是海里长大的？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这个千真万确是天然野生的。你们看啊，这光泽，这颜色，还有这完美的形状，那人工养殖的吧，根本养不出这样的颜色。这是大海的恩赐，也是女儿凭本事，正大光明得来的。哎呀，那就好。江小姐在家吗？我是市里珍宝阁的周老板，听说江小姐捡到一颗金珠，我是特意来收珠子的。消息怎么会传得这么快？江小姐，我就直白说了，听说你捡到了一个金色的珍珠是吗？江小姐，金色珍珠确实罕见啊，所以我听到消息就立即赶过来了。江小姐不要生气啊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江小姐得到了100年一遇的宝贝，这消息传得自然快啊。难不成又是赵老四在搞鬼？这件事应该没那么简单，那应该是给2个传消息的人说错了。我没有见过什么金色珠子。怎么会啊？那赵那人明明说他亲眼看到你捡到了金色珍珠。是啊，我也听说你要低价出售，我才赶紧赶过来了。果然是赵老四，看来他是想让他们跟我压价，好让我的这颗金珠卖不上价钱。2位真的听错了，我什么都没有见过。哼，真是白费功夫。走了。等等。大侄女啊，我跟你父母在同一个渔村都住了几10年了，你这没必要编瞎话骗你赵叔吧？再说了我那天都看到你捡到珍珠了，你就没必要骗我了，是吧？江小姐，难不成你捡到的珍珠有什么猫腻，才不会拿出来给我们看吧？不会是用什么不合规的手段造假，所以心虚吧？你们别乱说，我们家小鱼捡到的可是纯天然的南洋金珠，我们才没有造假。乱说什么？大侄女，你看
你妈都承认你捡到南洋金珠了，你这要是不拿出来给我们看看，那你肯定是想造假，哎，用假货去骗人。我没有骗人。江小姐如果没骗人的话，那你把珠子拿出来让我们看看。哎，你放心，如果品质好的话，我们高价买了。算了，小鱼，既然他们都知道了，如果价格合适就卖了吧。哎呀，我干了那么长时间的珠宝生意啊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，可这色泽，这品质，我一次没见过。这颜色真漂亮，但是啊，这上面有点瑕疵。这样吧，一口价40万。江小姐，我愿意出50万，而且日后江小姐要是再捡到好东西，我玲珑坊愿意高出市场1成的价格长期收获，怎么样？一颗珠子能卖50万。周老板、李老板，二位都是行家，给出的价格自然不会出错。不过这金珠来源特殊，为了免除后患，我觉得有必要请更权威的机构鉴定，出具文书明确其天然属性，这样我们交易也踏实。鉴定，我看就是多此一举呀。大侄女，你既然说珍珠是天然的，我们肯定相信。你看，城里的珠宝商都要花几十万的高价收购你的珍珠，那肯定错不了。我看差不多就卖了吧。再说了，你们家的房子也是刚建的，哎，卖了钱添点家具电器不更好吗？哎，永福大哥，你说对不对？卖，自然是要卖，不过得等省里的专家鉴定了再卖。这。经我鉴定啊，这个金珠的确是天然的南洋金珠，而且呀，这个金珠霞光半彩，灵气充盈，品质啊极佳，连我都是第一次见。那王老师，您看这种品相的南洋金珠，50万能卖吗？什么？50万？哎，你看看，专家都说50万够高了吧？什么够多了？是少了。像这样的金珠啊，至少也要100万以上，而且呀，它上面天然形成的沟壑更加值钱。这什么值钱？这珠子上有疤，怎么就更值钱了呢？江小姐，你不要被一些无良的珠宝商骗了。我给你从省城啊联系一家正规的珠宝行，保证给你一个合理的价格。那就太谢谢王老师了。永福大哥，那我们先回去了啊。江小姐、江先生、江太太，这位是省城的珠宝商郑总。这位是省城的珠宝商郑总，他在我们省城珠宝行可是翘楚。这位就是发现金珠的江小姐。江小姐，幸会幸会。请坐。哎呀，江小姐，这听王老师强力推荐呢，说您发现了一枚了不得的宝贝，所以呢，郑某就迫不及待想来一睹真容。郑总过奖了，您能亲自来是我们的荣幸。那么江小姐，可否让郑某见识一下那传说中的金珠？还请您过目。江小姐，这枚金珠并非普通的南洋金珠，其色泽之浓郁已达到帝王金的级别，表皮如镜面。更难得的是，这天然的如同龙鳞般的细微纹理，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龙纹金珠。这其价值远非普通金珠可比呀！郑总果然是行家。那依您看，这枚金珠值多少钱？
150万，江小姐，我愿意出150万收购这枚龙纹金珠。哎呀，150万呐！现金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如果你愿意，咱们现在就可以交易。郑总诚意十足，这个价格我接受。好，和江小姐合作就是愉快。那这枚龙纹金珠就归我了，这150万就归江小姐您了。哎呀，150万呐！哎呦，150万，这满满的一箱钱，这就发财了。终于风平浪静了，这破台风昨天差点把我家新房子的瓦片都给掀了。不过爷爷以前总说，台风过，海底空，龙王送宝到滩头。也不知道这次我能捡到什么宝贝。只有一些普通的海货，看来海滩上也没什么好东西了。其实我可以去深海，深海肯定有好货。前面那黑乎乎的是什么呀？我的老天爷，这是锦绣龙虾，而且这么多，这些起码有30-40只，这个头起码2斤重。锦绣龙虾，市面上几千块一斤，都难买到真正的野生货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冷静，江婉瑜，冷静，必须把它们都捞上来。这么多锦绣龙虾，而且还在深海洞穴里，硬捞肯定不行，必须想点办法。控水之力，这次可全靠你了。不过，我还没试过捕这么多海货，能行吗？不管了，先试试。以水为引，万物归流，控水之力。坚持住，就差一点，快到水面了。累死我了，终于把你们捞上来了。不过值，太值了。等我把你们都卖了，就能大挣一笔。我的娘哎，锦绣龙虾呀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这有多少只？这能卖多少钱啊？小姑娘，你发大财了！小姑娘，我出高价，8000一斤，卖不卖？我出1万元一斤，现钱，你卖不卖？小鱼，这些都是你捞上来的。王大哥，怎么样？这些锦绣龙虾你收吗？好货，天大的好货，品相顶级，活力十足。可是小鱼姑娘，不瞒你说，这数量太多了，我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钱，而且大量的流入市场也得慢慢消化。我一下收这么多，我的压力也太大了。我最多要10只。10只也行。不过剩下的怎么办？剩下的，自然由我陈天豪来接手。还真是锦绣龙虾，你就是江婉瑜是吧？听说你最近运气很好，县城里都传遍了，说你这里都是大货。今天一看，还真是。王胖子，没钱就闪一边去，别在这里碍眼。陈天豪，你怎么来了？在这潭城码头，有什么大风浪能瞒得过我陈天豪的？小姑娘，你这些龙虾我都包了，给你个公道价，5000一斤。什么
5000，这也太少了。陈老板，刚才的价格你也听到了，市场价至少8000到1万，你这价格也太没诚意了。市场价？你那是零售价，你这几十只一起卖应该是批发价。除了我陈天豪，整个坛城你可以看谁还敢收，谁能收。这么多龙虾压在你手里，多一天就多一份风险，死了可就一文不值了。就5000，还是看在你是我大舅赵老四同乡的份上，给你的最高价，别不识好歹。原来他是赵老四亲戚，怪不得，明显是来找茬捡便宜的。怎么样，小姑娘，考虑清楚没有？是同意我的批发价，还是抱着你这些龙虾一起烂掉？我可没有那么多耐心。姑娘，陈老板虽然价给的不高，但是话糙理不糙，你这么多数量，短时间可能找不出第二家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陈老板，你的价格我不接受，我相信好东西自有识货人。识货人？在这坛城，我就是最大的识货人，你不卖给我，还能卖给鬼去？真是大言不惭。请问是江婉瑜江女士吗？啊，我是，您是？我是帝豪酒店采购部的经理，我姓周。我们酒店集团一直在寻找顶级稀有的极品海鲜。刚接到王先生的电话，说您这里有一批品质极高的野生锦绣龙虾，我们总裁非常感兴趣，特地派我立刻赶来，希望能有机会合作。王先生，原来是王大哥。帝豪酒店是吧？我是坛城的陈天豪，这批货我已经……陈老板，抱歉，打断一下，江女士，请问这批野生锦绣龙虾是否已经售出？啊，还没有，刚才已经有人出价了，不过价格不太合适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帝豪酒店愿意以每斤15000元全部收购这批野生锦绣龙虾，而且现金转账，立刻支付。15000一斤！天哪，不愧是5星级酒店，出手就是大方。你疯了？这价格怎么可能？对于顶级的海鲜食材，我们帝豪酒店从不吝啬。江小姐，您意下如何呀？我卖，我全部都卖。好。江小姐，这是全部货款，除了王先生的10只，总共200万，您核对一下。数额没错，周经理，合作愉快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合作。江小姐，您的能力非凡，我们也非常希望能与您长期合作。江小姐，这是我的私人联系方式，以后有任何的顶级海货，请第一时间联系我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你慢走。成了，小鱼姑娘，这下帝豪酒店可就把你的名声打响了啊！王大哥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你那10只我还按咱们说好的价给你。哎呀，不用，就按帝豪酒店的价格，让哥也跟着沾沾光。以后有啥好事可要想着哥啊。这里面是15万啊。你拿好啊。谢谢王大哥。客气什么？这龙虾我拿走了啊。一共是215万，这下真要数钱数到手抽筋了。爸妈，咱们家现在有钱了，要不过段时间我们要不去旅游吧？你们想去哪儿？哪儿也不想去。小鱼啊，虽然咱们家现在是比以前富裕了一些，可是钱也不能乱花呀。你现在能陪着爸妈在海边散散步，爸妈就很开心了。你说咱们村的渔民出趟海回来才能挣上个1000把块钱，最近渔情不好，听说挣得更少。都走吧，
你没事吧？哎，是豆子爸出海回来了，我们看看怎么回事。啊，走走走。豆子爸，啊，你好点了吗？豆子爸，哎呀，豆子爸，哎呀，咋回事啊？岳父哥，昨晚我跟豆子爸去捞鱼，结果遇到鲨鱼了，差点把豆子爸都吃掉了。鲨鱼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永福大哥，太吓人了！就在黑水礁那边，不是一条，是一群啊！那起就跟刀子似的，围着我们的船打转，撞得船梆梆响。要不是我们跑得快，今天我们就回不来了。黑水礁可是我们渔村最大的渔场啊，多少渔民靠那里生活呢。要是这些鲨鱼不赶走，我们以后还怎么办呀？哎，他爸呀，这可咋办呢？要不请人来赶一赶？鲨鱼群主动围攻渔船，太不寻常了。那片海域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，或者惊动了他们。让我先看看。那是什么？在发光。那个形状是龙角，和之前神龙飞升时看到的角好像。这一定是龙族遗宝，怪不得这群鲨鱼是被龙角的气息吸引过来的。它们不敢靠近，又被龙威震慑的狂躁不安，所以才攻击了误入的渔船。必须拿到龙角，既能解除村里的危机，也能提升我的神龙之体。奇怪，我的控水之力怎么拿不到龙角？难道必须接近龙角才行？爸妈，各位叔伯，你们别担心，我去黑石礁看看情况，我有办法引开鲨鱼。不是，那可是一群鲨鱼啊，很危险的。是啊，小鱼，太危险了，不能去。爸妈，相信我，我能解决。哎，小鱼，小鱼回来！就是这儿，龙角就在这片海域的下面。不好，鲨鱼冲过来了！怎么办？控水之力只能控制1、2条。可是这么多，船要是被撞坏了，我就完了。不行，必须拿到龙角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是龙吟，蕴含龙威，可震慑驱散海中生物。鲨群快跑！那声音是我发出来的。是龙吟，这是神龙之体的第3技能龙吟。而且我刚刚听懂了鲨鱼的对话，我能跟海洋生物沟通了。得无之角，长无之音，龙吟一出，万鱼臣服。望你善用此力，统御四海。太好了，获得新技能了。让我看看这龙吟有多厉害。下面好像有什么被召唤来了。是奥龙，这么多奥龙，每一只都这么大，这得值多少钱？今天不仅继承了龙吟，还找到了这么多奥龙，快让我捞上来！各位，今天的海货是奥龙。这么多奥龙咋捞的呀？什么来头啊？怎么次次都能捞到这么好的海货啊？王大哥，我全收。幸好我昨天去银行贷了款。哎呦，
我就赌你今天一定带来什么好货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赌对了，这哪里是奥龙啊，这分明是座金山呐！好，王大哥，就冲你的诚意，这批奥龙一共是150斤，只要你收，不管多少钱我都给你。哎，不，咱还是按市场价，2万块钱1斤啊！嘿，你王大哥呀，现在有钱啊！哎，谢谢王大哥。哎呀，应该我谢你，谢谢你小鱼，谢谢你信任我王胖子。哥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，就是今天赌了一把啊！王大哥，上次你帮我还没谢你呢，应该是我谢谢你。以后啊，咱们就当是长期合作，我的海货只要你想收，都优先给你。哎，好，小鱼，以后啊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啊！走吧。哎呀！小心点。哎，好。哎，300万到手了。爸妈，快吃啊！小鱼啊，今天有什么喜事啊？做了这么多菜。是啊，这咱们怎么吃得完呢？啊，爸妈，我今天又挣钱了，所以咱们庆祝一下。挣了多少钱？啊，3万。30万？难道是300万？哎呀，你咋挣了这么多钱啊？永福哥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海边来了一个鲸鱼，搁浅在浅滩上，动弹不得，都快不行了。鲸鱼！哎呀，赶紧带我去看看。我也去。造孽呀！哎呀，好端端的，怎么游到这儿来了？完了，这抹香鲸一旦搁浅，恐怕活不成了。专家什么时候来呀？这抹香鲸都快没命了。谁能救救我？救命啊！我快不行了。这头抹香鲸好虚弱，马上就没命了。不行，这么干等着不是办法。爸，等不及专家了，他撑不了多久了。小鱼啊，你别冲动，这可不是捞鱼捞螃蟹，这么大个鲸鱼，好几吨呢，你怎么救啊？爸，只要大家听我的，我能救他。好，听你的。大家听我说，叔叔婶婶们，我们不能干看着，我们得帮忙。大家回家拿水桶、盆、棉被、毛巾，打海水，不停地浇在他身上，不能让他的皮肤干燥。爸，你回家拿一个大点的遮阳布。大家快动起来！好，婉瑜，你说咋干就咋干，我这就回家拿桶，走。走，快点！别怕，我会帮你的。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？是龙的气息啊！看来我有救了。我会生病未被干扰了，我迷路了，所以搁浅在了这里。坚持住，我会用水护住你身体，到时候再用声音引导你回深海。谢谢你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咦，嘿，奇了怪了啊！今天这浪咋这么懂事儿？就这浪润着抹香鲸，其他地方一点浪都没有。爸，各位乡亲，现在起浪了，大家抓紧打海水，浇在他身上，别让他的皮肤干燥。等海水涨起来，抹香鲸就能自己回深海了。好，快抓紧！这海水必须再涨一涨，才能让抹香鲸自由活动。我的控水之力
不知道能不能驱动这么多海水。不管怎么样，先试试看。有效果了，再加把劲儿。大海浪来了，大家快走！小鱼，小鱼，快快，浪来了！哎呀，永福大哥，这浪太大了，小鱼肯定是已经回家了。小鱼，小鱼，走吧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走，就是现在！哇，谢谢你，我找到了回家的方向了。不客气，你就跟着龙吟走，就能回到深海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要给你一些谢礼。谢礼？那你有龙涎香吗？龙涎香，那不就是我们的粪便吗？我们抹香鲸可从来不拿自己的粪便当礼物，请你等一等，我这就去深海给你找一些珍珠作为谢礼。哎，不，我不要珍珠，我就要龙涎香。哎，好吧，你们人类真是捉摸不透，龙涎香要多少有多少。谢了，在我们人类世界里，这龙涎香可比黄金还值钱呢。原来这就是龙涎香，果然和书上说的一样，冰冰凉凉的，晶莹剔透，好香啊！这个品质肯定能卖不少钱。他爸，你说这一块叫什么来着？龙涎香。乖乖，这么大一块龙涎香，这可是顶级啊！多少个国际香水公司都抢着要它呢，这比黄金都贵。这一块白乎乎的东西比黄金还贵。对呀。哎，小鱼啊，这东西你哪来的呀？咱们不是救了那头搁浅的抹香鲸吗？它一回深海之后，我在岸边捡到的。哎呦，小鱼姑娘，你这运气这么好，这简直老天爷往你身上塞钱呀！王大哥，你也得帮我想想，这块龙涎香怎么样？怎么卖？卖给谁？包在你王大哥身上。我有个朋友啊，就是做高端香料进出口的，他跟法国那边的顶级香料工坊啊都有联系。我呀，这就打电话问问他，这宝贝必须拍出天价啊！等着我。太完美了，江小姐，这块龙涎香自然熟化程度极高，气味醇厚复杂，带有独特的海藻和泥土的后韵，是个极品漂浮金。我们的团队寻找这样的极品已经很多年了。皮埃尔先生，好东西大家肯定都识货。你虽然代表法国的著名香料公司，但我们李氏香料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江小姐，王先生，我们李氏香料给的价值绝对不会比法国佬低，您二位要好好考虑考虑我们李氏香料啊！我就知道这极品龙涎香肯定抢手，小玉要稳住啊！感谢两位老板的看重，这块龙涎香是我偶然所得，品质如何，二位都是行家，你们自行判断。我们只是希望能为这块龙涎香找到一个懂它，并且给出合理价格的买家。江小姐，我们愿意出每克人民币700。哎，我们出每克750元。我的老天爷！两位的诚意我们感觉到了，不过这块龙涎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我们出价每克850元，并且我们可以签订长期合作协议。以后江小姐有如此珍品，我们优先收购。哼，你赢了，皮埃尔先生，这个价格暂时是跟不上了。唉，江小姐，王先生，希望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。皮埃尔先生，合作愉快。
合作愉快，江小姐，合作愉快。江小姐，这是400万货款，请您收好。爸妈，这是卖龙涎香的钱，都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个10百千万10万100万。哎呀，他爸，我是不是数错了？这是400万呢？没错，是400万。哎呀，我祖祖辈辈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啊，是啊，小鱼啊，哎呦，妈这心里又高兴又害怕。你说你这钱来的这么玄乎啊，会不会折你的福啊？妈呀，宁可咱家穷点儿，也要你平平安安的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这钱呢，来的是心安理得。以后啊，你们2老就安心享福吧。对了，爸妈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们商量。啥事儿？就是咱们家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，而且也赚了很多钱，这都是大海的恩赐。而且今天抹香鲸搁浅的事，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如果我们能帮助那些受困受伤的动物，它是会给咱们家带来好运的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以后出海的话，我想尽可能的去帮助那些受伤的动物，也算是给咱们家寄福报。好，爸同意。但是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爸妈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就在近海，没事。就这儿吧，让我看看有没有谁需要帮忙的。那是什么？是废弃的流刺网，好多鱼都被困住了。以我神龙之体的能力，应该是能帮他们脱困，可是也会破坏珊瑚，还会误伤到这些生物。不行，得回去带些人来，用传统的办法帮他们脱困。爸，快帮我喊些人，让大家拿着剪刀钳子跟我走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在海里发现了废弃的幽灵渔网，好多鱼和海龟都被困住了，得赶紧救他们。幽灵渔网那东西可危险了，一不小心啊，都能把人缠住。听小鱼的啊，快去找工具，我去喊他们，叫他们把船全部开出来。哎，走走走走。谢谢你。不好，那条大鱼快不行了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自由了。那是什么？怎么金灿灿的？那是野生大黄鱼，这么大一群，太罕见了，而且个个都这么大，值多少钱啊？小宝贝儿，等会儿我就把你们捞上来。还好我们发现的及时，要不然刚刚那些海龟跟鱼肯定被幽灵渔网缠死了。这种幽灵渔网是相关部门明令禁止的，咱们村10几年前就已经不用了，怎么突然出现了？是啊，我也在纳闷呢，这东西都多少年没见了。哦，永福大哥，你说该不会是有人偷偷捕鱼吧？不好说，最近大家出海的时候都机灵着点，看看有什么可疑的船没有。好。爸，你们先回去吧，给我留一条渔船。小鱼啊，你留在这儿干什么？水下的幽灵网不是清理干净了吗？是啊，小鱼，你可不能自己下海啊，太危险了。你要是想下去啊，我陪你一起。不，
我不是要下海继续找幽灵鱼王。那你要干啥？总不能说我要留下来赚大钱吧？今天太阳不错，我晒晒太阳。啊，早点回去啊！一会儿要涨潮了。爸，你们放心吧，马上就回去。注意安全。野生大黄鱼们，快到我的网里来！嘿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这一网全是金子。嘿，这么多，发财了！喂，王大哥，我抓到一批野生大黄鱼，你收吗？拍卖？怎么拍卖啊？王大哥啊，咱们不就是要卖鱼吗？对呀，你找的这个场子也太正式了，这穿的好难受啊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咱省城1个月1次的顶级海鲜拍卖会，那大黄鱼品相那么好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啊！啊，可是咱们这都等了1个多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开始拍卖我那批大黄鱼呢？要我说呀，那批大黄鱼品质太好了，肯定得压轴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各位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次拍卖会的压轴珍品，一批数量罕见、品相顶级的纯野生大黄鱼，总重超800斤，均为活鲜，起拍价300万。哎呀，你看，我就知道，肯定是压轴。嘿嘿嘿嘿。这野生大黄鱼本来就罕见，品相这么好，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。350万，400万，450万，我们帝豪酒店势在必得。500万，哎呦，我的亲娘啊，都500万了呀！700万，720万，1000万。1000万，10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1000万第一次，1000万第二次。恭喜我们帝豪酒店以1000万的价格拍下本次这批野生大黄鱼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好，1000万！哎呀，江小姐、王先生，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。有了这批大黄鱼，我相信我们帝豪酒店在顶尖海鲜市场的地位就再也没有人能撼动了。愉快愉快。周经理，你看那货款什么时候到啊？啊，现在就转账。加上之前卖海货挣的钱，我差不多有2000万了。自从得到了神龙之体，不仅赚到了钱，还让我们一家过上了好日子。既然得到了神龙之体的好处，那就要保护好海洋。上次幽灵渔网的事儿，绝不能再发生了。也不知道今天到这儿来什么事儿。乡亲们，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。大家也看到了，上次出海捕捞回来的那些幽灵渔网，就是海洋的祸害，不仅害死了很多鱼，还破坏了生态，总有一天也会缠上我们的船桨，毁了我们的渔船。婉瑜说的对，我上次捞鱼都差点被那鬼东西给缠住了。那些渔网已经被禁止很多年了，最近突然出现，应该是有人在偷偷用。可是我们都是普通渔民，怎么能管得住他们呀？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海洋好了，咱们才能有收获，有好日子过。我愿意带头成立第一个咱们渔村的海洋保护志愿队，定期在咱们渔村海域巡逻。如果发现幽灵渔网或者其他破坏海洋的东西，咱们就立刻清理掉。我支持我闺女，算我一个。我也加入，算我一个。大海，那是积德的好事啊！是啊，加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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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们看，那几条船是不是咱们村的？我的天，什么船？个头那么大，船上还有吊机。这只船看着不像什么正经船啊。我看看，他们的网是拖网，而且你看，这船尾拖的那是什么设备？爸，豆子叔，他那个是电击设备，他们在用非法手段捕鱼。怪不得最近近海的鱼越来越少，原来就是这帮奸杀的混蛋。他们这种捕法是断子绝孙呐，大鱼小鱼一起弄，还用电击，海底的生态都给他们毁了。等等，你们看，他们刚才撒下去的是新的幽灵渔网，所以上次害得海龟和鱼差点死掉的就是他们。这怎么办？他们船大设备好，咱们只有小渔船，要是硬碰硬的话，肯定吃亏啊。硬碰不行就来软的。爸，豆子叔，你们先带大家回去，把情况告诉村民。小鱼啊，你要干啥？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啊！爸，你放心，我不去，我就在这守着观察他们。你要小心啊！放心，爸爸。注意安全，小鱼。好。现在人多眼杂，不好直接使用神龙之体的能力。你们这帮混蛋等着，晚上我就来会会你们。哼！装备精良，在我的神龙力面前也没用。让你们看看，以后还敢不敢来？真是太可恶了，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！迷雾。起！怎么回事？起雾了！刚才还好好的，雷达也受到了干扰了，这也太诡异了。迷雾还不够，给你们来点刺激的。鱼怎么全跑了？见鬼了！再给你们来个大漩涡。漩涡是漩涡，快转向，离开这片鬼地方！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再来？还好，这些小家伙没有被捕捞走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再靠近看看。好强的能量波动，感觉和龙珠龙角有点像，但又不一样。让我看看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蓝海宝石。我在书中看到过记载，传说中是海洋之心碎片所化，一块最纯净的海洋之花。没想到这不是传说，这蓝海宝石真的存在。这宝贝是我的了。控水之力，为我开路。好漂亮，亮晶晶的，像是海水一样，一定能卖不少钱吧？玉小姐，这可是蓝海宝石啊！没错，是我无意中发现的，就想请你来看看能卖多少钱。郑总，传说中的蓝海宝石如海水般晶莹剔透，这的确是蓝海宝石。而且宝石内部自然形成的蓝色光晕是天然形成的，
这已经超出了现代宝石学的认知范畴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传说中的蓝海宝石竟然真的存在。江小姐，恕我直言，这枚蓝海宝石已非凡物，价值恐怕无法估算。江小姐，不知你是否愿意割爱？我们珠宝行愿意倾尽全力收藏它，价格嘛，随你开。我来开价。我不知道能卖多少钱。郑总，您是行家，更是爽快人，这蓝海宝石的价格，您应该也能估量，所以还是您来开价吧。如果价格合适，我一定把这蓝海宝石卖给你。哎呀，2000万，江小姐，我愿意出2000万人民币，现金转账，立刻支付。2000万！大爸，2000万，这比我之前卖的所有海货加起来都值钱。郑总果然是识货人。好，2000万，我卖。太好了，感谢江小姐，我们合作愉快。2000万，我这就转给你。你看一看，2000万到手了。太阳真好，原来电视剧里的那些有钱人出海玩这么舒服。怎么会这样？是我看错了，这一整片珊瑚礁都是濒死状态，是海水升温了还是污染导致的？不行，珊瑚是这片海洋里最重要的，不能看着它们就这么死去。神龙之力蕴含生机，不知道对珊瑚有没有用？有用，真的有用！怎么停了？神龙之力效果似乎很有限，恢复范围也太小了。这一整片珊瑚礁都需要恢复，一滴不够，看来得凝聚更多神龙之力，才能救活这片珊瑚礁。成败在此一举了。成功了！我真的把这片珊瑚礁救活了，太好了！以后这片海域生态肯定会越来越好。等过段时间再来看看。小珊瑚要好好恢复哦。已经1个星期过去了，看一看这片珊瑚礁恢复的怎么样了。太好了，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能恢复成最美的样子。那边是什么？是库什车渠！哇，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在野外见到。传说中这种车渠体内有时会有世间罕见的天然珍珠，不知道这只有没有？是七彩流光珍珠。传说中古籍里说的沧海月明珠有泪，原来是真的。这种品相是无价之宝，我又要发财了。江小姐，没想到上次您找到这蓝海宝石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没过多久，您竟然又找到这七彩流光珍珠。
都是运气，都是运气。啊，哎，江小姐，这位是我专门请来的国际珠宝专家史密斯先生。如果史密斯鉴定出这颗七彩流光珍珠是真的话，那我就高价收购它。感谢郑总信任。哎，不可思议，这简直是上天的礼物。这颗珍珠的形成已经超过500年，它的色泽是天然形成的七彩，圆度完美，它的尺寸是我从业以来所见最大。江小姐，这不光是颗珍珠，它是海洋界的瑰宝，是整个自然界的奇迹。这颗七彩流光珍珠会震动整个顶级珠宝收藏界，它的价值已不能用普通的商业逻辑来衡量了。江小姐，看来我之前的心理价位是完全对这颗七彩流光珍珠的侮辱。要不这样，我愿意出3000万。3000万？江小姐，恕我直言，这颗七彩流光珍珠是世间罕见的极品。若你愿意把它卖给郑，我相信郑一定会好好收藏它，让它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啊，不，我不是嫌3000万少。郑总的心意我感觉到了。这颗珍珠能找到真正懂它、珍惜它的归宿，我也很高兴。3000万，我卖。好，感谢江小姐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还是老规矩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账。好。你看一下。您尾号5678的账户到账3000万元。哎呀，我这账户里的钱涨得也太快了，照这个速度，我马上就能成为亿万富翁了。这台风马上就要来了，那片珊瑚礁刚刚恢复，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小鱼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马上要刮台风了，今天啊不许出门。妈，不说风浪越大鱼越贵吗？我出去碰碰运气。哎呀，小鱼，听你妈的啊！这个天气啊非常危险，再好的货也不能去拼命啊。爸妈，真的没事，你们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走了。哎，小鱼，这挣钱还能比命重要？听话，小鱼，在家待着，今天啊哪儿都不能去。哎呀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别人怕台风，但对我来说这反而是机会。你们放心，我就在近海，不走远啊！我走了啊！哎呀，千万要小心啊！这孩子，好大的风浪，得赶紧去看看珊瑚礁。啊，船怎么不走了？真是倒霉，船竟然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看来只能用神龙之体控水了，只不过离珊瑚礁还有很远，恐怕到不了了。看来只能回去了。啊，来都来了，不如看看有什么大货吧。那是蓝鳍金枪鱼，而且是一群！我的天，真的有大货！发财了，这次真的发财了！野生蓝鳍金枪鱼有价无市啊！必须精准的把它们捞上来，这可都是金子，不能伤到它们。好沉啊！这群蓝鳍金枪鱼力气还挺大，给我上来吧！起！
捞上来了，还是3条。宝贝们，你们可都是价值连城啊！我做顶级海鲜拍卖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品相如此好的蓝鳍金枪鱼。周经理，这3条蓝鳍金枪鱼是我刚捞上来的，要进行拍卖。在拍卖之前，我想先问问您，如果您要收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优先跟您合作。谢谢江小姐对我和帝豪酒店的信任。周经理，不知道帝豪酒店出什么价？根据目前国际顶级蓝鳍金枪鱼的拍卖记录，再结合这3条的体型和品相，我们帝豪酒店出价6000万，打包价。6000万！天哪！我出6500万。江小姐，请考虑考虑我们吧。我出7000万，现金交易。7000万！果然只要有耐心，单车就能变摩托。8000万。江小姐，我们帝豪酒店出价8000万，而且我周某向您保证，您以后所有的顶级海货，我们帝豪酒店都以高于市场30%的价格优先收购。不知道这个诚意之下，江小姐是否愿意将这3条蓝鳍金枪鱼卖给我们帝豪酒店？周经理，恭喜你，这3条蓝鳍金枪鱼是您的了。合作愉快，江小姐，货款会立刻打到您的账户。好。年尾号5678的账户到账8000万元。8000万，我现在是亿万富翁了。台风天出了一趟门，太值了。不过明天还是要去看看台风后珊瑚礁的情况。总算没白费力气，这片珊瑚礁恢复的比想象中还快。看来神龙之力对海洋生态的恢复比我想象的还要强。我怎么感觉到了一种古老的能量波动？好像就在这片珊瑚礁深处。有海洋生物遇到危险了。美人鱼，美人鱼，不是神话中才有吗？原来真的有啊！他受伤了。别杀我，求你了！别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你身上竟然有龙族的气息！抱紧我，我带你上去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看来只能用神龙之力了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你跟那些人类不一样。那些人类？你还见过其他的人吗？那些人类，他们只想抓住我，甚至还想杀了我。竟然有人要捕杀你，为了鲛珠吗？你也想要鲛珠吗？不，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，美人鱼是个优美的传说。传说中，鲛人气类成珠，鲛珠能碧水延年通灵，是世间至宝。你伤得很重，鲛珠是你本源之力所化，对你同样重要。那些可恶的捕杀者，竟然为了夺取鲛珠，不惜要杀了你。你说的对，鲛珠对我而言的确很重要，只是鲛珠在我身上，只会为我带来无尽的追杀和灾难。你救了我，你的心像最纯净的海水，我愿意把鲛珠赠予你。给我？不！
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，让我们鲛人一族少一些杀戮。不行，这鲛珠对你这么重要，你给了我，那你的伤怎么办？我的伤已经被你的龙族力量治愈了。谢谢你，龙族传人，你救了我，这枚鲛珠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一个奇迹。这是一颗来自真正深海鲛人族的鲛珠，经由全球7大珠宝鉴定师联合认证，其中蕴含的能量超过当今科学的认知。起拍价5000万、6000万、7000万、9000万。看来这鲛珠的价值真的是不一般，又要发财了。1亿2000万。1亿20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1亿2000万第一次，2个亿，2个亿，2个亿第一次。看来这鲛珠的价值比我们想象的更多。2个亿第二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女士以2个亿的价格拍得我们的鲛珠。不错，好。年尾号5678的账户入账2亿元，2个亿。哎呀，爸，哎呦我天哪！这是多少个零啊？你快帮我数数。哎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！哎呦，是2个亿！哎呀，咱们渔村啊，祖祖辈辈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。爸妈，你们别怕，这钱来的是清清楚楚。妈还是心慌啊！这么多的钱，咱们家的庙小，咋撑得起这么大的菩萨？会不会招来祸事啊？爸妈，这笔钱呢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之前我不是组织咱们村村民成立了志愿队吗？有了这笔钱，我就想买一些更好的装备。到时候如果再有那些偷捕，或者捕杀海洋生物的混蛋，我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！小鱼啊，这个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，你想好了？爸，大海给了我们一切，我们不能只索取不回报。有了这笔钱呢，我们就能买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，打击非法捕捞，救助海洋生物，修复珊瑚礁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好，闺女，你这笔钱花得值，爸爸支持你，妈妈也支持你。听说江婉瑜那个死丫头前2天拍卖了个鲛珠，拍了2个亿。2个亿！哼！江婉瑜凭什么？一个臭丫头，哼，踩了狗屎运，就成了村里的救世主了。我呸！咱们好不容易捕到的美人鱼，却让她捡漏了，想想我就觉得气不过。舅，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，可不能眼睁睁看着江婉瑜那个死丫头在咱们村里面耀武扬威啊！美人鱼都被他放走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有一个朋友叫刘大勇，是专门在海里捞偏门的，我已经联系他了。他已经带着他的兄弟们，拿着专业的深海探测器和声呐，去那美人鱼经常活动的那片珊瑚礁、那片海域搜了。那找到美人鱼了吗？舅，刘大勇可是快钱买卖的老手，那片海域只要有第2条美人鱼，绝对跑不掉。就算只有1条美人鱼，他们拿着那么牛逼的设备，就不怕找不到它。好极了！要是能抓到活的，可比那个鲛珠值钱多了。到时候看他还怎么嚣张。舅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等咱们抓到了人鱼，发了财，我就看你这个江婉瑜还能得意多久。对，就这么干。来。江小姐你好，这个是我的名片。
我是临时海洋研究所的刘大友，旁边这位是我的助手小张。刘教授，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研究所一直在追踪研究一个海底遗迹，名叫望海城。望海城？那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江小姐，是这样的，望海城是一座被海水淹没的古代海滨城市。根据古籍记载和地质的扫描，我们发现它很可能就沉没在这片海域附近。如果能找到它，这对古代海洋文明研究是不可估量的价值。我听老一辈人说过这个传说，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江小姐。我们听说啊，您对这片海域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，所以啊，我们想恳请您协助我们定位这片遗迹的准确位置，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啊！协助没问题，我对海底的历史很感兴趣。不过大海深处变数很多，不知道刘教授有什么计划？我们呀，有最先进的设备和最专业的团队，只要您能协助我们定位它准确位置，剩下的勘探工作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。而且事成之后，我们研究所也会给予咱们重谢。好，那我试试看吧。刘教授，你们在这等我吧，我去找找望海城的位置。江小姐，我们的声大设备就已经在海底布置好了，你看，我们跟你一起过去，这还有个照应不是？不用了，人多的话会干扰我的判断。如果我能找到望海城，会及时告诉你们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在这等你。老大，你就这么放这个女的走了？哼，不怕，她不过是个小丫头片子，她能干啥？别忘了，咱们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美人鱼。据说美人鱼的老巢就在望海城，等她找到了望海城，还怕咱们找不到美人鱼吗？哦，老大，你这个计划真是天衣无缝啊！等找到了美人鱼，咱们兄弟几个就发大财。可是老大，要是那娘们儿发现咱计划咋办？她发现了也不怕，就她那小身板，连鱼尾都拿不动。如果她非要拦着咱们，那兄弟们就把她给做了。哦，好。哼。让我用神龙之眼看看，望海城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刘教授说的竟然是真的，海底真的有座古城，那应该就是望海城吧。我这就回去告诉刘教授。刘教授，找到了，就在海底大概60-70米的位置，那一片有座古城，应该就是你们所找的望海城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江小姐，你这是对海洋事业做出了大贡献呐！小张啊，咱们立刻出发。是，教授。快收拾下设备。不对，这不是科考设备，这是专业的猎杀装备，还有涡纹。这个刘教授不是研究海洋文化的，他是偷猎者。原来他们是骗我的，他们根本不是来找什么古城，他们是借着古城遗迹做掩护，真正的目标是利用遗迹可能吸引来的海洋生物，特别是美人鱼。原来这些伤害美人鱼的就是他们。哼，竟然还敢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老大，那女人说的就是这地方呀。好，兄弟们，动作都给我麻利点。下面这片海底遗迹就是那帮人鱼畜生的老巢，网都给我布好，麻醉剂给我准备充足。我非要抓几条活的人鱼回去，倭国那边实验室开出的价码够咱们逍遥一辈子。老大放心，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真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生，为了钱连海精灵都不放过。刘大勇，
江婉瑜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刘大勇，你利用假身份骗我帮你找到望海城，就是为了捕猎美人鱼，你这个畜生！江婉瑜，就算被你发现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望海城，就算被你发现了，你也阻止不了我，你也不用在这儿假惺惺的。陈天豪说了，前2天你刚拍卖了一颗鲛珠，鲛珠怎么来的？你我心知肚明，跟我们一样杀了人鱼，取了鲛珠。这次我非要抓几条活的人鱼回去，等卖了钱，我看你怎么和我耀武扬威。原来是赵老四和陈天豪搞的鬼，别把我跟你们这群畜生相提并论。有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你们伤害任何海洋精灵。就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想要来阻止我们，不自量力。既然你非要往枪口上撞，那我们就成全你。小张，把咱们的家伙事都拿出来，让我好好招待招待他。是，老大。是龙鳞。去死吧！啊！原来这龙鳞是龙族圣物，能刀枪不入。老大，这娘们怎么打不死啊？继续打，继续打！啊！我有龙鳞圣体，就你们几个也想伤害我？给我滚出这片海域！你不是人，这是怪物！撤，快撤！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干了，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放过我们吧！放过我们吧！现在知道怕了，你们勾结倭国，想偷捕美人鱼的事情，我已经通知海警了。你们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。郑师姐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再也不敢了。美人鱼，谢谢你再次救了我的族人，守护了这片海域的安宁。这片龙鳞是远古龙族守护此地的信物，如今交给你，再合适不过。那你没有受伤吧？我和我的族人都没事儿。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们愿将族里世代守护的宝藏地址告知于你，就在魔鬼三角域。那里在深谷峡谷之下，那里有数不清的奇珍异宝，但是狂洋流动，很危险，请务必小心。魔鬼三角域，我记住了，谢谢你。愿海洋世代守护于你。这是个怪物，是个怪物，怪物，怪物！刚才警察把赵老四抓走了，我听说他的外甥啊陈天豪也被抓了。哼，赵老四勾结倭国，捕杀海洋生物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，活该！请的那些人啊，竟然是倭国派来的偷捕猎人，还带着那么厉害的武器。小鱼，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冒险了啊！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哎，刘大勇说他看到一个怪物，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他应该是被吓傻了吧？乱说的。哎，对了，爸妈，我明天要出趟海。你刚回来又要出海干什么？我要去魔鬼三角域，那有宝藏。
这里就是魔鬼三角域吗？海流果然混乱，普通船只进来，恐怕真会迷失方向。不过对我来说，小菜一碟。美人鱼说的，一艘沉船，应该就在这下面了。真的有一艘沉船！我的天哪，那些箱子里全是金银珠宝，发财了！这次真的发财了。不过，这里的洋流太强了，直接打捞恐怕会损坏船体，还可能让金银珠宝被冲走。必须先用控水之力稳住这片海域。波平来！这下可以把宝贝捞上来。好沉啊！让我看看，这也太多了，全都是我的了。剩下还有几个箱子，必须全部捞上来。啊，总算都捞上来了。这下真的要数钱数到手抽筋了。江小姐，这批货它是国宝级啊，特别是这套金饰，是前朝宫廷制的。我们拍卖行愿意尽全力完成这次专场拍卖，一定把这些宝物卖个好价钱。那就麻烦你了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江小姐，恭喜你，这批珍宝最终的成交价在3亿元。这是支票，请您收好。多谢，辛苦你了，江小姐。这次收获巨大，不过不知在收获这批宝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特别的东西？特别的东西？一件传说中的宝物，名为定海琉璃盏。据说啊，它的形状似玻璃杯盏，通体剔透，内蕴四海之精。能定风波，掌乾坤，是海底宝藏中最珍贵的无价之宝。史上仅有零星记载，却从未有人真正见过。江小姐，可曾有幸目睹？定海琉璃盏，我没见过。我这次去，只找到了这些金银珠宝。没有啊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看来此等神物终究是传说。唉。不过江小姐这次所得已是非凡，希望我们以后还能继续合作。一定。定海琉璃盏，能定风波，掌乾坤。就连拍卖行老板都如此重视，看来一定价值连城。不过，美人鱼只告诉我有沉船宝藏。也没跟我提过定海琉璃盏，而且我在沉船里什么也没看到，难道真的只是个传说？看来海底的秘密远比我知道的要多。不管这定海琉璃盏是不是传说，我都要再去一趟魔鬼三角域。上次用神龙之眼没看到定海琉璃盏，这次我自己下海，看看定海琉璃盏到底是不是传说。定海琉璃盏
既然是与大海相关的圣物，气息定然不同凡响，说不定能与我的神龙之体产生共鸣。让我用心感受一下。我感觉到了古老的能量波动，就在那里，应该就是定海琉璃盏了。难道这就是定海琉璃盏？好美啊！果然是传说中的宝物，真的被我找到了。这感觉好奇妙啊！他似乎在回应我，我的神龙之体能与他感应互通。这是大海的圣物，他们安抚海洋，稳定风波。虽然它是无价之宝，但这样的生物绝不能落入心术不正之人手中，更不能用它来谋利。它是属于大海的，也是守护大海的关键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安心待在这里，有我的神龙之力遮掩，没人能感知到你的存在。我要和你一起守护这片孕育了我们，也孕育了万千生灵的海洋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带全村人出海，限制捕捞鱼类的品种和数量，让这片海洋长长久久地安定下去。乡亲们，今天出海，大家听我指挥。我已经找到了几处资源最丰富的渔场，而且都是可持续捕捞的区域，不会影响鱼群繁衍。大家按照我给的坐标，保证收获满满。丫头，都听你的。哦，跟着江婉瑜，我们收获满满。李叔，你们组去这里，这里有大批马鲛鱼群。张姐，你们去这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咱们出发。好，走。哎呀，王老板，你真厉害啊！跟渔村签了长期合作。哎呀，这货源，这品质，全省都找不出第二个来。你现在是坛城最大的海鲜批发商了，以后什么海货啊，多想着我们点儿。这些啊，都是婉瑜姑娘的功劳。要不是婉瑜姑娘，我现在还什么都不是呢。是，你放心，以后有好东西了，第一时间想着你们啊。好。哎呀，我也想跟婉瑜姑娘合作呀，我也想发大财呀。哎，你们两个可小心点啊！这可是刚刚打捞上的野生大黄鱼和通心斑，婉瑜姑娘刚刚打上来的，赶紧入库啊！去。老李啊，你要的石斑鱼在那儿呢，你去验货啊！来，快验货。哎，这好啊，下回多要点啊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
这里是咱们坛城最著名的渔村，也是全国闻名的生态旅游和海洋文化示范村。这里太美了，不愧是全国著名的旅游文化示范村。弟弟，你看，这就是保护海洋带来的好处，我们都要向这里的叔叔阿姨学习。江小姐，你好。这位就是渔村的代表人物江婉瑜江小姐。渔村就是在江小姐的带领下，从一个默默无闻、收入微薄的小渔村，变成了现在繁荣的景象。渔村的村民们不仅靠海吃海，也在江小姐的带领下变成了海洋使者。希望大家在渔村玩得开心，享受大海的魅力。江阿姨，我听说渔村有一个宝贝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这个宝贝叫做定海琉璃盏，就珍藏在我们渔村的博物馆里，可以随意参观。太好了，我要去看。来，咱们走，咱们去博物馆。哎呀，好久没来海边了，好舒服。梭子蟹，我第一次赶海捡到的第一个海货就是梭子蟹。那边怎么有东西在发光？这是龙脊骨。这也是龙族的圣物。如已集齐龙族圣物，神龙之体已圆满。原来这是神龙之体最后一件圣物。皆看在眼中，如凭借龙族之力，并非一己之私，而是福泽乡里，守护海洋，平衡生态，引导世人敬畏自然。如之心性，已得到海洋真谛。如不负龙族传承，不辱无族威力。吾辈定当谨遵先辈教诲，永世守护这片蓝色家园。我一定会做到的。